对，完全没有接受我们环球篮联的采访。头一次啊？头一次，对，头一次合作。最近那个《致青春》这个片子特别的火。然后您在里边饰演的林静这个角色，和之前您饰演《大武生》里边二奎那个角色，你觉得这两个人物你更喜欢哪一个呀？我还比较喜欢林静这个角色，因为这两个角色就是差距还挺大的。那个第一个在《大武生》里边演绎的还比较外放，因为里边还有动作戏啊，还有一些等等。那林静呢，我觉得演得很过瘾，因为内心戏很多。语言台词不是很多，大部分都是用眼神呐，或者一些感觉，或者一些小的一些动作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。我觉得这样演还挺过瘾，很丰富。对，这是您第二次演电影是吗？对，应该是第二次。我觉得虽然这林静啊这个角色不是那么很多，场次不是很多，但我觉得他这个人物是很饱满的，说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种怎么是磨练。我觉得在这部戏里我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了，能吸收很多的经验，所以我才接了这部电影。现实生活中你会喜欢像林静这样的人吗？他跟你的性格出入大吗？还挺大的，因为毕竟林静是比较怎么说，比较自我的一个人，很自私，就很容易去逃避事情。但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呢是比较很容易去逃避一些事情，比如说觉得很麻烦，所以就好了，那就避开了，就躲着，或者不说，不去解决。那慢慢后来以后呢，会去慢慢去面对问题，去解决问题，是这样。据说你个人的一个对小时候到现在，所以我还跟林静到现在啊，那个性格是有差距。有差距。那你像二奎那个人物呢？那个人物还挺外放的。但是他是内心是有力量的一个人物。我跟他性格还有一些像，因为很多事情藏在心里，不是很爱跟别人去说，去自己去判断。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就是接第一个戏？也挺巧，因为之前我也看了很多的剧本，也有很多的电影来找，但我是在想，不想再去拍一些偶像剧啊，是这样的。已经是个偶像了。这天天老是看这个，我觉得看也会看腻。觉得对自己也是这样的，会有一些怎么说的，不希望是这样的，也希望从大荧屏上有一个好的起点，因为我很想去把这个演员做好。也希望以后未来就是在演员的道路上有一些成绩，所以我在挑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是挺慎重的。我看很多专访上都提到说，完成这两部作品是圆了你自己的一个电影梦。对。之前是学跳舞的，然后又做了歌手，然后你是真心的喜欢做电影演员吗？对，我是真心喜欢演员，因为我是在民族大学舞蹈系学习的时候，也在比如说跳舞剧啊，会跳一些剧目，它里边会参加一些表演的东西。比如说以前我跳那个猎人，跳的是佤族，打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舞蹈，所以里边有看见怎么去打猎呀，那种表情啊，打到猎物会怎么样啊，害怕、惊恐的表现都会在表演，都会在那里边。所以我毕业以后呢，我很想去考中戏或北电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家庭的经济条件原因也没有去考。完正好韩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，那我去韩国学东西，闯一下，再让自己试一试看能成什么样。所以就误打误撞就走了这一行。那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是舞台的表演，戏剧门类和电影就是镜头还是挺不一样的。对，这个差很多。对，所以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嘛，所以你演得很好啊，就是导演和一些演员，就是怎么说，擦出火花很重要。所以导演去指导你怎么去演也很重要。所以每一部戏你拍完以后呢，都觉得会有一些收获。所以我还挺希望能更多的一些优秀的导演去合作。像这两部戏刚巧吧，是不是正好两位导演都是本身是明星了，然后但是作为电影导演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两位导演，你跟他们合作有什么不同？小松哥除了这部《大武生》之前也拍过电影，那这个剧本呢也是小松哥也一直筹备了很多年，有3年吧，所以就
第一时间就发给我，让我去看。那确实我很喜欢这个剧本，所以一口气就看下来了。完说挑这个人物的吗？对，也不是我挑，他说小松哥说你比较适合这个人物，那我就更多的注意力是在这个人物上，所以看的时候很喜欢，所以我就碰见了小松哥，跟小松哥见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聊了很多，我就越听越感兴趣，因为里边有一些武术的东西，有京剧的东西，就跟我的以前学习舞蹈的还比较接近，所以我还挺感兴趣。那《致青春》这个跟赵薇合作呢？赵薇姐呢，我之前见过，但是没有特别深入了解。见了也是在长春电影节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见赵薇姐。那之后有很多的活动，只是碰面打招呼而已。那这次呢，是第一次说这么深度的合作。所以怎么选上您的？其实也挺是因为帅吗？也不是了，你如果要选帅的话，你说在电影里边，林静已经打扮成那样了。因为他很多跟你说戏，跟你说。他跟我说很多戏，对，因为毕竟我还是新人，对，在这个演戏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，所以因为我的时间也很短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在聊剧本、聊这个人物，所以有尽快的把这个人物的背景、内心就是灌输在我脑子里边。所以我刚开始认为，我觉得赵薇姐是演员，是很棒的一个演员，去当导演可以不可以？当然会这么想，但确实在跟她碰面的时候，确实是一个非常敬业，非常专业的一个导演。那男导演跟女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互动会有不同吗？其实也差不多。我觉得小松哥，还有赵薇姐都是属于鼓励演员型的。对，小松哥但很快，拍得很快。那就是沟通起来都比较就很容易畅通一点。就很容易擦出火花。致青春这部戏，你有跟剧组跑很多地方吗？跑了有6个地方，6个城市。来去匆匆那样吗？就一天一个地方。啊。那像你平时经常这样出差，你的行李会怎么收拾？你一般出差带多少个行李箱？具体一般我是比较简单，就带一个行李箱就好了。有什么必须会带的东西吗？也没有什么，就是看能在外面待几天，差不多带一些衣服。有很多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这次来到法国，很多时候都穿的一些拍照的衣服啊，或者就带三套衣服来就好了。自己的衣服就对，就不用带那么多。男孩子嘛，不像女孩子那么麻烦，什么都得带。那你喜欢旅行吗？本人？我喜欢旅行，特别喜欢旅行。就我希望说有一个假期，不是说是假期只是一个星期我去哪儿也去不了。就我希望有一个长期的1个月，那我可以去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我就出去旅行，出去度假去玩，是这样。最理想的想去或者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现在啊，我还挺想去，爱琴海或者埃及，埃及，去那边我想去，因为我对埃及的金字塔呀，对啊，法老啊这些木乃伊我还挺感兴趣。那通常旅行的话，你是那种就是文化旅行，还是就是喜欢待在酒店里面 relax 那种？我是比较喜欢沙滩，在海边，就是很轻松，穿的也很简单，反正就很放松。衣服带的少。对，带的少，去那里一躺，听音乐或者看书，或者也来一杯酒，觉得也很舒服。那是比如说晚上也可以穿的很简单，出去逛一逛，吃点好吃的，就很悠闲的那种生活，我觉得也比较喜欢。那像这次巴黎是第几次来了？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巴黎。暂时有什么印象？我知道你还没有待很久。暂时印象，其实欧洲这些国家我觉得都差不多。对，米兰啊，那个我比较喜欢佛罗伦萨。佛罗伦萨。为什么呢？它的感觉啊，还有那种气氛啊，我觉得比较喜欢。像整个建筑啊，就有很多的好吃的，也是在胡同里边啊。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好吃的地方？有一牛排，很有名的一个牛排。他那家店呢，还会有自己酿的红酒，也很便宜。那红酒比水还便宜，但也很好喝。那所以巴黎现在今天去了卢浮宫。
今天去罗浮宫去看了一下，是你想象中之前印象中的那种感觉吗？我觉得里边罗浮宫里边有很多一些文化呀，还有历史会很浓，但我觉得真的再去罗浮宫的时候，一定要带一个那种讲解，你才能看得有意思。对，都说卢浮宫一天是根本玩不够的，这肯定是玩不够的。就每幅画你会待了很长时间在听讲解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话去罗浮宫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那平时自己喜欢穿什么样的风格的？我比较喜欢舒服一点的 T 恤、就 T 恤、牛仔裤或者是运动裤，舒服一点的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辛苦了。